为什么要露奶头？哦，因为我健身啊。可是又没有到像金刚狼，真的好多裸体的画面。你说你的头，然后这样放在这里吗？对，然后大家发现哦，怎么是王俊浩的脸？那一颗要用8K 去拍，不然拍不了。那一颗要用到 8K 你看啊，我就说他鬼流啊！各位鱼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君豪，我是晨曦，好久不见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到这里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了新歌啊。没错，然后鼓励。这是我生日那天发的，因为我有维持一个好习惯，就是我每次生日的时候都会发歌。哦，是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在我我不知道没有，就是在我没有哪有上次没有啊？就是在我没有公司之后，然后大家就会期待说，那每一年生日，因为粉丝会帮我做很多应援嘛，或什么的，我就想说，那我也用一个作品来回馈给粉丝，让大家就是看他们想要看到的作品这样子。可是上次你没有啊？上次在拍戏的时候没有，我是说就是那个月份但是因为去年在拍戏嘛，在拍《秘密关系》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作品。对。然后因为我在剧组里面度过了，就是我觉得生日应该要就是有点像是出来跟大家就是打个招呼，然后告诉大家说，你们的祝福我都收到了这样，然后这是一个回礼这样。但你这次也是蛮特别，你是先让歌出来，然后你再发 MV 不是吗？对啊。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？没有啊。你只有这一次是这样？没有，就只是因为刚好 MV 还没剪完而已。其实我有跟在他的，对，他在啊，他其实他的后置期我都有跟到，就是对，他其实后置蛮久的，你至少有2个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变成是我 MV 我都是会参与，就有点像是说参与制作、参与剪辑啊，或者是参与就是编导的这些部分。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枕边无人的，就是我必须要一直打给他确认他是否还活着，然后打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一定会在那个剪辑室跟那个剪辑师。因为我有连续睡那边的沙发好几天。对，就是你在赶。状态会是好的吗？我其实是蛮兴奋的，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会想说，睡一下，然后起来，然后就可以继续做这样子。对。所以要不要再跟大家仔细讲，你这一首歌你自己参与的部分有哪一些？其实是全部参与啊，就是从这首歌的起源是有一天，我很早起来，然后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很早起来。这句话很奇怪，你不可能很早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很早起来，所以我才觉得很奇怪，所以那天特别有灵感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那天是突然间就睡着了，我也忘记我为什么睡着。然后我是一个很爱赖床的人嘛，所以我写这首歌，我其实是想要送给一些跟我一样很爱赖床的人。对。然后因为我也很爱做梦，所以我写《Don't Wanna Wake Up》这首歌，就其实有点像是说，我觉得其实跟你拍戏到现在这段时间，有时候突然间回想的时候会。那个时间好像被压缩了一样，就是觉得很快，但是又觉得好像已经1年了，然后就很像一场梦一样。当你做了一个美梦之后，你会觉得说，那我不想从这个梦里面醒来，就是想要赖床一下。这首歌一开始我写的原因是会这样子。主角我是主角吗？我 MV 里面没有看到我，还有一个反正还有一个女的，没有女的，就是你的啊，就是你那个白白的人啊。我长那样我才不要嘞！没有你我现在长得好看一点了吗？白白的人是这种白白的人，你说 P 给我的脸，你说白白的人吗？白白的人是 NPC。对算了，其实我出现在下一个 MV 也是不是不行啊。没有，因为他没有让你出现的意思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们要讨论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要让你随便乱出场对啊。你要很华丽登场是不是？我随便把你用在白白的人里面这样子寻找君豪就是对啊。小时候不是有玩那个？你这样一讲粉丝就会继续去找说君豪在哪里？君豪在哪里？你看又有一个流量点了。你这样一讲，人家就会想到哪一幕有君豪，哪一幕有君豪。没事，我不想要把你拿来当做这种流量点。你不都是这样吗？我哪是啊？我每次发他的照片，然后我发在后面，他就说干嘛？你又想拿我的流量来宣传你的歌？我说哪有啊？你怎么都要往不好的地方想呢？真是的。但他做这首歌是真的很辛苦，一直到他 MV 发的当天，那天我们没有在台湾，我们还在外面工作。他那一整天也是一直在跟导演处理这个 MV 的事情，然后一直到他发的
时候前半小时其实都还在处理，但我不会觉得很辛苦啊，我只是觉得说就是一个过程嘛，就是遇到什么状况吗？状况吗？也不是说，就是他想要弄得更好，个性的关系，他想要弄得完美一再点，完美一点，如他讲。应该说，我跟导演讨论之后，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再调整，但是因为我人不在嘛，所以我们中间沟通就会有一点时间差，对，所以就是到上片前，我们都还在调整这样。这一次其实有一些画面是有用到 AI 的，所以其实要下一些 prompt 嘛，所以我们会一起讨论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是花很多钱吗？不会花很多钱，花很多时间成本。对，因为 AI 你要一直算，也是要花钱，但是就是其实花比较多时间在讨论上面，因为我做这首歌有点像是一个故事的序，你不想起来，然后但是我从这个现实世界里面被拉起来，然后到另外一个我的 maybe 像是我的梦里的世界，然后就是展开一连串的故事。所以也就是这是第一部曲，只是打开序幕的第一首。对。所以后面还有别的计划会接续。对，后面会有我很疯狂的计划。哎呀，这样讲期待哎，你该不会知道吧？没有，我想说他这一部 MV 都拖成这样，那等下接下来更疯狂是怎么样？全裸了吗？我觉得不是那种疯狂啊，就是说我觉得我把它设定的故事可以走很远，就是直接像星际大战的。因为当我一开始接触用 AI 做影像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打开了一个我新的世界的感觉。潘朵拉宝盒就是像其实很多以前的画面我们可能做不到，实拍可能很多东西做不到，但是当开始有这些东西，我们把实拍的影像虚实结合之后，其实这个 MV 就有点像是在讲 fiction， 就是虚实之间的东西，怎么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好。那其实虚拟的世界里面，我踏到这个里面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觉得说，哦，好像一开始像是无边际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很多可能性这样子，就是它让我就是很兴奋。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我，你也很兴奋。就是你那个 MV 里面没有我哎，就做作品的兴奋啊，跟那种兴奋是不一样的。哪一种？我什么都没有讲，就是另外一种兴奋，对，跟拍秘密关系的兴奋不一样。其实老实说，因为我其实已经看过这 MV 了啦，第一眼看到我真的还蛮震惊的，哇，还不错哦。没有，他看完之后他说什么乌龟在天际。因为他的歌词啊，他就很爱念不清楚啊。我没有很爱念不清楚，只是我一开始写，对，他是喜欢这种风格的，不是喜欢这种风格，是我在写的时候，我一开始是可能没有词的，所以我先唱不清楚，但结果最后发现，哦，我其实脑袋里面是有词的，然后我就把那个词写下来，这样子。我可能先刷个扣，然后我就先唱，然后我就先乱唱，然后就突然觉得说，哦，我好像有一些东西想讲。我比较偏这样子，这首歌比较偏向这样子。我虽然看过了很多次，但很多 detail 可能我还没有看到。你可以，我就看看，你可以 reaction。我是第一次用大荧幕看的。可是有一个我就想问为什么你前面要标注那个影像警告标语？是为了要耍帅吗？哦，不是，是因为有一段我当时在棚拍里面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是这样一直闪，然后后来发现我就是有一些歌手 MV， 他们其实会像以前。宝可梦也有，就是神奇宝贝以前有那个3D 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有一个画面很闪，然后就是会让有一些人会引发癫痫。对，然后我想到这个，我觉得如果很闪的画面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要先写，就是会比较不会让就是有人可能看到然后不舒服这样子，因为有一些画面，它 maybe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。真的假的？但我看起来其实还好哎。那代表你是爱我的，我是爱你的。对，好，我再等一下看以后我再考虑这个问题。代表你是爱我的。那我现在看一次喽。OK， 会紧张吗？不会，我有什么好紧张？又不是要表演。他到底是谁啊？那个白脸 NPC 没？我就跟你说 NPC 嘛，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我找到我了啦！你找到你了，你在哪里？找到我了，这只马，赤兔马是不是？找到那只马？没有，你不是龙，马是不是我？你不是龙吗？我不是你赤兔马给你骑吗？OK， 好，那你就是那个。那些人是等一下到底是 AI 还是你真的在那边拍？没有，那是 AI 做的。那些白色的人的，为什么你请这么多 NPC 来？
不是你有看过脱稿玩家吗？哎呦，就是我那个有点像是在形容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是一个齿轮，这个世界可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，然后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或者说可能被演算法给掩盖掉了，就是其实这个世界外面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你不知道，那被局限。对对对，然后可是你可以过好你的生活，就是每天工作，然后吃饭，然后下班这样子。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想说，哦，我是这个故事里面其中一个突然间就是跳脱这些东西。我决定当一个 dreamer， 我想要就是窥探这个世界，就是哇，我想知道这个世界外还有什么。也许我们可能没有那么伟大，就是没办法帮助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这些白人就像是一个齿轮一样，他只要好好的转动着，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，他还没有注入任何的思想或者是什么的。所以我这个 Don't Wanna Wake Up 有点像是形容说，哦，如果今天，因为我看了一本书是在讲睡眠，告诉你怎么做清醒梦，但是清醒梦其实也是有危险性的，就是那个鬼压床啊。哦，对，但是清醒梦就是鬼压床。我们那天有聊到这个，就是说有清醒梦就我动不了，对，就鬼压床啊。那天我们有聊到这个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如果我今天迟到的话，我是不会怪给鬼啦，应该就是我自己爱赖床的。因为如果我今天迟到，小黑姐我迟到了，因为我被鬼压床，你不觉得很瞎吗？但是我会觉得，你不敢讲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但是我真的，因为我真的有不行碰过接受。要是我约会约好时间，他跟我说鬼压床，我会直接赏他一巴掌。他会气死。他都有勇气讲这个理由了，我有什么不能接受？你都敢骗了，也不是骗啦，但是我觉得我碰到那个状况，我觉得不像鬼压床，比较像是说我做了一个梦，然后但是我知道我在做梦，然后但是我没办法从这个梦里面醒来，然后结果我可能醒来，结果我又在下一个梦里面醒来，就是我看到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像是说，清醒梦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让自己做，你有可能会一直困在梦里面。那就是那个 Inception 啊。对，就是你有好几层的梦境。假如说今天你分不清楚是梦还是现实，有可能我们现在这样很日常一般，就是觉得哦，我们现在这样大家坐在这边很温馨、很幸福的一些小确幸，这也是一个梦吗？哇，结果它是梦，这是梦吗？我还摸得到。它是一个梦呢。就是因为他那本书上面写说，你可以用一个方式来确定你是不是在做梦，就是你自己设定嘛。好比说，你突然间可以飞起来，那就代表说你在做梦，类似这样子的东西。那我把它想象的就是一个很多可能性啊，很虚幻的一个世界这样子。但我不得不说，这妆造很好看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你知道吗？这头发是我自己抓的。真假？对啊。那个是请那个。我的意思说，你这样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样的意思是说，星际大战就是我战损了。对，没有意义。可是还挺帅的。为什么要露奶头？为什么要露奶头？是为露而露吗？对啊，你是为露而露吗？到底为什么要露啊？这有点像是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面。你说你喜欢裸睡这样？不是，我喜欢裸睡啊。可是你穿裤子，就是你喜欢裸睡？不是全裸，只有我穿裤子。知道啊，对。我会穿裤子，但是我不喜欢。为什么要这么激动？全裸啊，好想看哦。我不喜欢穿上衣睡觉，我可能会穿一条内裤或是短裤。真假？那你会穿很可爱有花花的还是？我没有，就素的。怎么可能？花花，我真没有花花的内裤。他一定有，你看他这尴尬。真的没有啦，不要啦。你那里都穿贴的内裤睡觉还是松的内裤睡觉？比较常穿短裤，松的短裤。哦，对。怎么了？我帮你们问到了，我帮你们问到了。所以到底为什么要脱？你说为什么要脱吗？对啊，你又没有哦，因为我健身啊。可是又没有像又没有到像金刚狼，没有到像金刚狼。我觉得有一些表演者他们在可以裸上半身表演，其实很厉害，因为那是要一个很自信嘛，因为你没有任何东西。你说 Rain 吗？就是对，就是你其实有点像是你最自己的东西，没有被任何东西给遮蔽。拍这些画面的时候也是 freestyle 的，它其实就是哦，好，你现在
就是给你发挥，你随便做这样子。但是我那时候表现的感觉是有点像是说我困在一个地方，就是我想要挣。你没有啊，你没有困在一个地方，你全裸哎，哪有没有东西困住你？就是困在一个下半身被困住了。那你们要解掉啊。你要这样炸，没有可能会直接这样啪。好动漫哦。对。没，但是我认同哎，因为有些那叫舞团吗？他是裸着在跳的。我没有说下半身裸，不是那一种哦，是艺术家的那种哦。那真的很美，就是肌肉的线条啊，然后跟云门舞集那种就是对，那超有艺术感的，我觉得。对啊，那超好看。能做那种东西很不得了。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一次表演的时候，我把上衣脱掉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气氛，现场嘛，对啊，我觉得气氛很爆高了，我就把衣服脱掉，然后把衣服丢下去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时候比较冷嘛，就唱一唱之后，我不好意思还我衣服，不好意思还我衣服，就是对。其实我觉得脱上衣表演是一件就是蛮厉害的事情，就是你要对自己足够有信心。跳舞所以你现在是很有信心的状态。就是这一个画面是想要展现出一个，就是说不用靠任何东西就可以在一个画面里面 freestyle 去表演完整个东西这样子。对啊，这个身材。他有靠2颗奶头啊。可是我不得不说啊，因为是黑白的嘛。没有，因为后面接那个白色挡的还是蛮重的。后面接那个白色的那个脸裂掉，其实它就有点像是这个是我的一个你的外壳裂掉，晋级的巨人在这个白色的壳子里面，然后最后破开来是等于就是晋级的巨人。对，就是但你穿在白色壳子里面的时候，就是里面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的，就只有一条裤子，只有一条遮挡不能被看到的部位就好。对。不过锁骨是蛮性感的。锁骨吗？对啊。我觉得你缺一条领带。缺一条领带。缺一条领带可以更性感的那个。那你觉得要什么颜色？当然就黑色的，然后你把那个领带扯烂。把领带扯烂。或是战神版的领带会很好看。好，下一步给王导来导一下。这个很酷哎。你说是那个吗？你知道那是怎么用的吗？因为你说你是往后跳嘛。没有，这个这样子被吸起来，这个其实是我站在一个高的椅子上，后面是床，然后我这样直接往后跳，这样。用凳子。对啊，还有。然后但是就是跳起来有点像要后空翻，因为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练过空翻，对，然后但它有点像是说我不要翻过去，我把身体这样子，对，这样悬在空中这样子，然后掉下去，然后再倒放拉起来。这等于就是有时候做梦要惊醒之前，不是会很像掉到楼下那种高楼层掉下来，然后就下起来那种感觉。就是我不想起来，然后结果我被吸起来这样子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黑水。黑水，我以为是石油。我要变石油富翁。被泼脏水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就是在那个意识体里面的意识流出来的体液什么的，就是这样喷射出来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黑色的水都是很多人的意识体。对，因为未来的世界有可能大家都变成……那等一下，这样大家意识体都混在一起，那要怎么分辨你的亲戚在哪里？不好，你是我亲戚。不好意思，我认识你吗？你的亲戚有可能变成一颗 USB 了。我亲戚有可能变成一个 USB 吗？对，亲戚有可能变成一个。我这样子要怎么认清啊？没有啦，反正它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啦。就是意思说，就是你承载了很多意识体的东西，如果突然间遭到入侵，然后爆开。真的好多裸体的画面。还好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都有闪这样子。这意识体爬到你身上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你在上传意识体的一个过程。你要变 Venom 吗？就这样全部被吞没，然后最后上传只剩下这些东西。别人的意识，因为刚刚那个前面是一个黑关嘛，就是你要上传你的意识到这里面，这样然后最后你会整个全部被吞没这样子。那你的意识呢？对，你的肉体就不复存在。但是你的等于是说那个意识体要把你的意识上传到上面，要同化你。对，永远留存在这个关中。对。原来啊，是蛮深奥的。
就你看现在记忆体不是越来越贵吗？可能硬碟。你瞟眼对，我瞟眼。他瞟眼。对，观众朋友们，2分03秒。对我瞟眼。对我瞟眼。但是这不得不说还蛮艺术感的。这个是等于是飘在意识体的世界，然后这个就是会进到下一集，就是下一个世界会是，所以是外星人来攻击地球，不是外星人，是人类来攻击地球。对，可是我不得不说，我看完以后啊，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艺术感的 MV 啦。没有，我觉得比较偏想要回馈粉丝一些东西，但是肉体，不是肉体啊，就是吧？好，就是你差不多有可以这样讲，可以3分钟有2分钟都在裸露，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想说我可以让就是粉丝喜欢什么这样，然后有一方面是比较实验性质的，就是我想要做我的故事，然后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一些粉丝他们看完自己有自己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。但是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出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，我觉得也不错。但大家如果有就是可以更多二创的话，我觉得也非常欢迎。对，也可以帮我想一下，就是那个王俊豪应该出现在哪里？就是藏在各个角落，就是你知道以前那个你说我们迪士尼有一个节目，然后他就会放很多地方的照片或影片，找米奇在哪，他不是真的米奇的脸，他就是长得像米奇的样子，要这样一直放大，对。好，我懂。你又想要靠我来撑流量对，可以靠吗？你靠得住吗？我应该是靠得住啦。我是愿意当你下一部导演。好，那导演费我就看看。你敢让他导吗？不得不说，我觉得他导的大家有看过吗？就蛮抽象的，就是也蛮艺术的啦。然后但又蛮有梗的，就不是啊，导一些 reels。MV 的话，他目前是开始导一些 reels， 我觉得他蛮有这方面天分，就是我是说就是流量这个部分。对，他现在的绰号叫王鬼流。王鬼流导演，鬼流导演，鬼才的流量导演，对，王鬼流导演，我最知道粉丝们要什么，应该都知道怎么吊他们胃口。如果是这 MV， 你会怎么操作？我会怎么操作吗？我可能会把它剪得更肉体不要那么多，是吗？可我们就爱看肉体，是没错啦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差不多在10秒、15秒内左右就好了，因为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说那一段肉体很珍贵，就会觉得那一段很珍贵，就会想一直重复回去看，流量就进来了。对啊，就会如果你长度太长的话，那可能人家就看到后面还会有嘛，那他就不用跳到这么一开始的地方去看。懂，对，好，下次我自己的想法啦，我自己的想法。可以，下次听就是要吊人家胃口。好，导演给你导了，全露只露一个点，衣服这边只剪一个，然后还要弄很小，然后那个，然后把你在哪里？然后把你的头藏在那里面，对，结果人家放大都是我的脸，这样一直在找那个，哇，怎么不是？你说你的头，头，你说你的头，然后这样放在这里吗？对，然后大家放大发现，怎么是王俊浩的脸？那一颗要用8K 去拍，不然拍不了。那一颗要用 8K 你看嘛，我就说他鬼流啊，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前面的，对，是吧？我觉得是非常前面的。我也觉得我很前面。之后会有什么实体专辑之类的吗？有，我在筹备当中。你有没有太早讲？筹备当中。但我还没讲是什么嘛。但是我想说，可以，就是我其实也很想出一个实体，对，因为也出道10年了吧，10多年了吧？真的吗？我以为你18岁而已。对啊，我8岁就出道，我10多年了吧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哇，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。你都还没有过自己的专辑？没有啊，我就是一直发单曲这样。原本我想象是想出一个合集，但是我后来想说，我突然间觉得说不行，我要讲一个新的故事。对，所以就是大家期待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恭喜你这一次新歌出来 ，MV 也成功释出，然后
我觉得你也打破了很多你之前没有做过的事，我也很替你高兴。然后希望你这部 MV 跟你接下来的歌都会成功。耶！谢谢王鬼流导演。